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许智杰委员、尹乃菁小姐、谢龙介委员、柯志恩委员、洪孟凯委员。这个打仗啊，到底停火没有哈？因为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啊，说呢，这个原来都说好了，尤其川普自己宣布了，连白宫的高级官员都有点惊讶，说，怎么就停了哈？以为还有伊朗要报复啊什么哈？结果呢，这个川普自己跟这个以色列总理谈话，然后呢，透过卡达去斡旋伊朗，谈成了，但是呢，谈成以后呢，大家可能还不是很甘愿。还是没断续，还有一些打和起来，以色列还去炸了，炸来炸去了，所以呢，说岌岌可危，到底真的假的？所以呢，川普就很生气然后连那个 F 的章字都出来了哈。川普是骂以色列的，因为以色列是他协商的嘛，你再炸，还炸什么？飞机赶快都回去了然后呢，川普说双方都违反协议了他插的。根本不知道在干什么，就是那个字了哈。那另外呢，川普说不要投那个炸弹的啦，投来没用的啦。所以呢，以色列去打那个德黑兰伊朗首都的雷达基地了哈。美国国务院后来说停火进展顺利因为呢，川普阻止以色列轰炸伊朗，不要再轰了，你够了，你还是干什么不给我面子嘛，简直是嘛那另外呢，这个伊朗总统说愿意上谈判桌解决问题，不追求拥有核武，这话都听听就好了哈。我们的核发展都是为了核电都不是为了核武，都为了和平用途。美国情报评估伊朗核能力没有毁，到底毁了还是没有啊？没有。川普说已经炸了，那情报界说没有白宫说乱讲的 loser 而且你是故意穿这种低阶官员故意泄露出这个错误的机密这种低等机密，为了就是贬义川普。人家川普说炸了，你就说没炸，什么意思呢？你就要笑总统嘛，对不对？所以你们就 loser， 因为你们没有当大官所以你们就乱讲。但是呢，范斯漏口风被访问，副总统他说我们的目的是封存这批铀，我认为成功了。空袭重点是摧毁设施浓缩的设施，阻止伊朗把60%的浓度的铀提到武器阶段的90%，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就算浓缩铀被转移，也不影响这次任务的成效。这句话说的，就算被转移为什么呢？就是我们通常核电厂的浓缩铀只要稍微浓缩个几%就可以，核电厂就发电。所以我们核电厂下面那个铀废料蛮有用的你再提炼提到90%的时候就可以做核弹所以呢，伊朗他们说已经浓缩到60%了，浓缩当然有技术了，浓缩再浓缩，浓缩再浓缩，到90%的时候说就可以做了所以他意思说呢，你移走了。那我这个设施炸了，你移走了，你移走的还要设施嘛所以呢，那到底这400公斤的浓缩铀有可以做10个，有的时候可以做19个核弹，到底在哪里？另外呢，它这个设施放射线物质有侦测到泄漏，就是这个设施可能有一些地方还是有放射线有被炸，但是呢，周遭地区没受到污染，换句话说就没有很大量的破坏。就有一地方可能炸了，但并没有搞得这个漫天都是核辐射和这个辐射那到底美军是炸了一个空虚吗CNN 说伊朗核子能力没有被摧毁，看一下。I didn't like the fact that Israel unloaded right after we made the deal. 同批以2国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总统川普甚至爆粗口。Fighting so long and so hard that they don't know what the they're doing. 打破停火协议，川普急到骂出脏话，甚至在真实社群连续发文，大喊以色列别再打了，快撤军。Do not drop those bombs. If you do, it is a major violation of the ceasefire. Bring your pilots home now! 川普发文也强调，以停火协议仍然有效。首先，伊朗不会再重建核设施了，以色列也不会再攻击伊朗了，所有轰炸机都掉头撤离，不要再有人受伤了。הצטרפות של ארצות הברית למערכה, לא רק בצד ההגנתי, אלא גם בצד ההתקפי. זהו אירוע היסטורי. זה לא קרה מעולם.
纳坦雅胡随后发表一段演说，宛如宣布自己的胜利，摧毁伊朗核计划。但 CNN 报道恐怕没有那么简单。The U.S. military strikes did not destroy Iran's nuclear program and likely only set it back for months. 以伊战局被川普喊停，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也发表全国演说，宣布同意以色列挑起的12日战争就此结束，愿意与美国坐上谈判桌。他强调，伊朗无意发展核武，但会继续追求合法使用的权利。来，智仁怎么看？这个已经进入到第13天了哦，我们每天大家都是好像在看连续剧一样。礼拜一的时候，当大家知道说美国要发动这个三次的轰炸来做这个核设施，我知道全世界大家就等着看，认为美国根本就是全世界最恐怖的地方，因为随时伊朗以他们这种狼的个性哦，一定会做出反制的动作。没想到昨天突然发生了这个 Trump 就好像当个和平大使一样，就告诉他说已经谈好了要这个所谓的停火的协议。没想到讲完6个小时之后，以色列就轰炸。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川普公开的场合里面去骂纳坦雅胡。那过去来说，也就是因为 Trump 不断的比过去历届的总统里面更是偏袒纳坦雅胡，所以我觉得他是有恃无恐。所以这次难怪，因为他太不给这个川普面子了。川普是很爱面子的人，连这个什么哈米尼都给他面子哦。你看，透过虽然美国要轰炸，但是卡达居中协调，这个伊朗也不过是小意思的这样子。所以刚刚大家还会讨论，到底有没有真正炸毁他的核设施啊？当然众说纷纭啊。但是我们绝对相信，伊朗还是会把核掌握在手上，因为他们绝对不想发生像格达费那种被美国背叛，因为没有核的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会发展。但以目前来说，我觉得对伊朗来看的话，对哈米来说，其实他的声望也是受挫的，因为你看，他也不断的告诉大家，他愿意站上谈判桌，他也在这个卡达的居中之外，并没有提出太大的一个报复，然后马上又说我们愿意怎么样的配合，这是完全不符合伊朗过去非常强悍，也不符合他们在中东地区可以是个领头羊的一个角色，所以大家就在预估，他们真的是因为德黑兰的这个伊斯兰的教义当中，还有叶什派，还有包括什叶派，还有包括尼逊派里面，真的大家在争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希望能够掌握利用这一次伊朗万一受挫的话，这整个地缘政治的谁是首脑都会重新来洗牌，所以它里面有内忧。那外换来说，我们必须承认，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制裁，伊朗已经不如大家所想象的。以这一次他跟川普彼此之间的对话，还有他整个处理方式来说的话，他或许也已经考虑到非常多的因素。总而言之，我觉得目前来说，这3位男人，3位我刚刚说是川普，还有纳坦雅胡，还有这个哈米尼，这3位都已经不晓得进退两难，他们彼此之间都很想要停止，但是谁能够放下面子，然后呢给予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运，让大家在解决国内的问题之外，又不要因为国际上的问题打仗而耗费太多的损害。那我想这个目前来说的话，还是看不出来，因为昨天才说要停火，6个小时内又开火，现在又说要停火，谁知道再过6个小时会变成什么样？总而言之，这就是完全不可预测。这也让我们全世界大家是关注这一点，而不断的知道说，反而是把川普的那个关税，还有包括内在的问题，反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特别提到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差了一蛋吧。所以说停火是岌岌可危，随时都可能这个重新再你炸我，我炸你哈。来，龙介兄。这个应该会告一段落，就短暂的。今天大概纳坦雅胡已经对着以色列全国电视讲话嘛，我们赢了。3个都赢哈，都赢了。然后上次那个印度跟巴基斯坦2个也都是他赢。对。那川普呢，他是在等待和平奖嘛，诺贝尔和平奖。现在是奥斯卡奖。所以这个你看看伊朗啊，坦白讲，这个核能设施合理的判断是没有完全摧毁，但有一部分，但是你可以从他们的对话当中，跟在外交发表的言辞里面，显然美国是有事先告知伊朗，那我会弄，那你不要急着反击，但是会在可控的范围里面来做攻击。那他有3个目标嘛，那显然伊朗也是有通知美国，我会反击，但是不会伤及无辜，也不会做特定的攻击。甚至还是透过这个中间人卡达这边来传，所以有15个导弹，14个被拦截。那他们发表是说，另外有一个是明知道会落在无害的地区，
就这样子。但他也宣布，他要对伊朗内部交代，我赢了啊！我们也对美国这个做出了强力的反击。那现在纳坦雅胡可能这3个里面上不爱耍的纳坦雅胡，坦白讲，他之前的内政就已经有相当大的危机，后来面临到这个哈马斯，所以大家都在关注伊朗跟以色列挥弹对打的时候，坦白讲，胡塞跟哈马斯还是有动作的，趁乱呢就出来反捅以色列一刀。那以色列内部呢，有很多人对纳坦雅胡是不断的抗议啊，所以你看，包括他儿子在那个避难中心都挨揍了啊，所以纳坦雅胡他必须要，他内心啊是想要延续，因为有战乱在，他没有稳定下来，他就可以免除在内政上，在被以色列内部啊逼宫。之前他已经是岌岌可危了，所以在这个形势之下，川普才会干掉你不要再弄下去了，再弄下去连我都不能保你了。所以在这一局里面，我们看中东这边，你看当他封锁这个海峡的时候，油价一上来，那很多人就觉得说要跟进，隔天停火了。那这个停火协议就很可爱了伊朗先停。然后在停之前呢，他是搞了2个导弹去弄了一下，那弄一下，这以色列就拿这个当理由。可是我还没有到我停火的时间啊，但是停火是伊朗停完了以后的12点，以色列才那在这个12个小时里面，以色列又弄了，那他也没有违规啊。如果以协议是这样，但伊朗有人讲我们没有这个协议啊，只是大家承诺这样子。那我认为和平是相当可贵了再怎么弄，很多人在对比台湾两岸如果这样我们要怎么样？我认为我不想去做这些对比然后大陆跟伊朗、以色列之间，他们的飞弹、火箭炮的量体也不是可以同等比较的，所以在和平没有穷极一切办法去努力之前，不要轻易放弃和平，不要用挑衅的，甚至于说以备战要来止战，都不需要，要用智慧来止战。是北京的领导人台湾两岸的领导人都应该有这种共同的思维。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好，以色列、伊朗那边打，俄罗斯没停啊。不过当时那个伊朗派了外交部长去俄罗斯见普丁，要跟俄国谈，看起来俄国大概也是爱莫能助了自己都已经搞到这个打的这个昏天黑地了他哪有能力去帮助伊朗嘛所以呢，这个俄罗斯这个时候呢说飞弹去打乌克兰东南部，至少打死9个人，而且呢客运火车也被炸了那另外呢，俄罗斯出动了352架无人机，16个飞弹去打乌克兰，基辅说8死30伤那说俄罗斯是趁乱轰炸，我也不觉得是趁乱，他本来在那边打嘛，也不什么乱不乱，那反正已经乱成一团了说呢，这个普丁下令成立了无人机部队，我以为早就有无人机部队，现在才成立吗？不过可能现在要加强了那俄罗斯说会量产Oreshnik 高超音速导弹说要巩固核3位一体。什么叫核3位一体呢？一个是高音速导弹，一个是轰炸机给它丢下来给它炸一个是潜舰发射导弹陆海空那另外呢，川普也可能在北约峰会呢会晤泽伦斯基。泽伦斯基反正现在是有那个国际会都要去，看能不能跟川普碰个面。因为上次在白宫吵了一架以后呢，现在希望能够化解一下那因为乌克兰没有美国，这个仗是打不下去的。欧洲那些国家讲归讲一讲其实杯水车薪，只有美国
哦，所以以色列这次很聪明，一开始就拉住美国，说只有美国要去炸才有效啊！哦，我们这个飞弹快打完了，美国啊，哦，川普跟这个纳坦雅胡每天通电话，每天都在通电话哦，所以呢，泽伦斯基现在就希望跟川普能够见上一面，好好谈一谈了哈。那另外呢，乌克兰官员原来呢也提名川普得诺贝尔和平奖，那巴基斯坦昨天本来也提名这个川普拿诺贝尔和平奖，大家都拍马屁嘛啊。然后呢，这个巴基斯坦昨天也谴责川普说不应该去轰炸这个伊朗，然后乌克兰呢也撤回了说呢你们姑息普丁，所以撤回。现在只有美国自己的众议员呢是提名的，卡特提名川普那另外呢，川普说，到底美国要不要参与北约的防御美国原来是北约成员国川普说看你怎么定义条约吧因为川普说北约你们自己看你们自己啊，你们自己出你们自己的钱啊，派你们的兵啊，我干嘛？现在我派了5万军队，我花钱花那么多，那俄罗斯你们怕俄罗斯离谁那么近？离你们那么近啊，跟我美国什么关系？所以看你怎么定义条约。他说呢，很多种解释方式换句话说，他就不想管了那北约现在说呢，我们 GDP 这个占的不够，要增加到 GDP 5%，新的秘书长来适应俄罗斯的威胁。我也不懂，他们大概是冷战的这种余绪俄罗斯打一个乌克兰都打成这样子了，你们这些国家，俄罗斯现在真有能力打德国吗？打法国吗？那但是呢，有2个国家其实是反对的，因为欧盟要大家同意的有2个国家是反对的是不赞成，所以要花这个钱那另外呢，普丁要参加北京9月3号的这个阅兵4天的行程不关，长时间4天是很少的要先到上海参加上海的上合会然后呢跟这个北京双边会谈，然后呢要这个纪念什么抗战打败法西斯80周年在北京的阅兵，所以很少这样。以前有那个非洲国家还是非洲，好像是非洲到台湾来访问我们的友邦，回去在飞机上你要叛变就成功，那飞机都下不去了所以一般外国元首，尤其这种比较不是民主产生的比较集权国家的元首，他很怕一出来后太久，国内到底发生什么状况都不知道。我们看一下，有小孩吓得大哭，还有不少民众在地上哀嚎。列车脱轨倾倒，窜出黑色浓烟，乘客们惊恐地仓皇撤离。метров 100 эпицентр взрыва, там завод. Пассажирские в таком стані всі вагони. Повибили ті вікна. 俄军飞弹击中乌克兰第聂波罗一列行驶中的客运列车，车上乘客惊魂未定，有人脚受伤，还是拿出手机拍下车厢一片狼藉、玻璃窗全碎的一幕。乌克兰当局证实，这辆在空袭中受损的列车已造成上百人伤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发文谴责俄罗斯，呼吁国际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人已经抵达荷兰海牙的泽伦斯基，这时刚好出席北约峰会。除了见荷兰首相史库夫，北约秘书长吕特也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两人寒暄相互问好。如今外界都在问他会见那个人吗？上次 G7 没见上，这回北约峰会，美国总统川普透露可能会和泽伦斯基会面。他也再次强调，北约成员国军费支出一定要提高。目前，北约32个成员国已经同意将军费提高到 GDP 的5%，只有西班牙和比利时暂时不跟进。有分析指出，北约各国在这场峰会上会尽可能取悦川普。在全球多场战火的大背景下 ，BBC 新闻标题称，这可能是冷战以来最具意义的北约峰会。王伟，好，我想这样子看起来，其实3个礼拜前的乌克兰发动所谓蜘蛛网行动，越来越可以看得出来是说，其实越来越明显，美国应该是不知情的一个情况。那乌克兰有发动这样的行动，我们那时候就强调，就说就像2次世界大战一样，珍珠港行动。
即便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但是如果说没有完全的让这个整个军力的消失的话，后续的这个反扑力道会更强。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蜘蛛网行动，本来好像看到有一丝曙光，有可能谈的这个和谈又遥遥无期。所以现在俄罗斯再次的反扑，或者说在持续的对于乌克兰这边的进逼，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延续下来。但重点是3年过去了，3年的时间，乌俄战争这样子到底有没有办法有达成协议的空间？我们觉得是越来越希望渺茫。而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的态度其实是非常明确的。过去拜登政府他还是以说希望能够加强明确挺乌克兰或者说加强军援的立场，但现在川普并没有这样子延续下去，而没有这样延续下去的情况，就会让大家觉得是说对比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我们上一段节目讲到，美国是直接参与，美国是直接用轰炸机去做这样子伊朗的一个轰炸。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看到以色列跟伊朗的一个战争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判断，我本来会认为是说这是一个蝴蝶效应啊。你现在发生的事情，未来历史的长河里面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状况，但是到这几天又在陆陆续续有后续的一个进行当中，有没有可能另外一个状况是，其实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有这样的默契，或是甚至某种程度上他们有事先沟通？也有另外一个讲法是说是有事先沟通的，也因此两方不管是美国的轰炸，或者是伊朗回复的这个报复性的轰炸，或者是川普形容的克制性的报复，某种程度上还是把相对的一个损害降到最低。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有和谈的一个空间。也因此，当川普在主导这个大戏的时候，他也希望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扮演好这些角色。那现在纳坦雅胡他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是没有依照川普的一个这个想法或是概念往前走？但不管怎么样了，我现在只想讲的是说，世界的战局在变，不管是真打或是假打，印证一句话：战争没有赢家。看到这一些流离颠沛以及死伤伤亡惨重，这不是一天新闻，过去已经3年的新闻了。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和平的落幕？到目前为止，我想乌俄战争这里是看不到一个曙光的。就是说，原来大家以为说了哈，以色列打伊朗，伊朗一定会这个反击了，哦，甚至在美国国内搞恐怖组织，但是这次好像没有，有几种可能嘛。好，一种伊朗国力不行了，这是一种；第二种，伊朗不像原来美国讲他那么邪恶。哦，说他是个魔鬼，好像也不像那。另外一种就是说，你反正也没炸到我的重要的设施啊，我反正也没有受到重伤，那我干嘛呢？我怎么过几天我再发展就是了嘛。这你们都以为把我炸了，对？我偷偷的很高兴，我偷偷发展，不知道是怎样啊？好吧，那另外呢，这个新加坡总理呢黄循财跟习近平会晤哈。那第一次黄循财第一次啊，这个就任以后呢，第一次访问。那另外呢，他说新加坡继续支持一中政策，反对台独。我们看一下。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会面，两人都表示要加强双方合作。面对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方愿同新方加强战略沟通，拉紧合作纽带。习近平还强调，世界不能重拾霸权主义，也不能被拖回丛林法则。是否剑指美国川普政府，有待观察。而黄循财则重申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关系。I believe the China-Singapore relationship is more important than before, and we can work together to establish closer ties. 这次是黄循财上任后首次访问中国大陆。大陆新华社指出，黄循财会中提到反对台独，支持一中原则。新加坡亚洲新闻台也转述新国外交部说法予以证实。由于新加坡长期在两岸关系中扮演重要桥梁，这番表态尤其受到关注。我想新加坡的一中政策跟美国的一中政策是一样的。好，那美国的一中政策跟中国的一中原则是不一样的。啊，我想最简单的差别就是说，在中国的一中原则，他说他的认为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中国的一中原则。好，那美国的一中政策呢，它是承认北京是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但是呢，他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想这个是一中政策跟一中原则最大的差别。好，那当然在一中原则，中国的一中原则，他是希望台湾他要统一嘛，这是他最终的目的嘛。好，那一中政策是台湾关系法里面啊，美国的台湾跟台湾的台湾关系法，他希望说啊，就是他
反对中国用武力或者是用围堵禁止片面改变现状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时常拿美国的一中政策来说嘴，说中国承认他们的一中原则事实上我们去分清楚，新加坡跟美国他们的一个是一中原则，一个是一中政，一个是 One China Principle， 一个是 One China Policy， 其实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那新加坡他讲的一中政策，他也是跟美国的一中政策比较相近。他也是认为说他当然他反对台独，他也反对中国用武力来侵犯台湾。我想这个跟美国是比较相近的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台湾人，我们认为说，我不是你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我反对你中国对我的并吞。那包括台湾所谓的台湾派，或包括所谓的中华民国派，在中国来讲，你今天主张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一样把你视为台独所以这个在中国来讲是一样的。我想我们有很多的国民党认为说大家都承认中华民国，那我也承认中华民国但是中华民国在中国眼中来讲，你还是属于台独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基本政策是一样的，我们也希望说大家有这样子，我们其实就是反并吞、反中共，我们其实并不排斥中国人，这是我们民进党一贯的立场。南京。就是民进党不要再活在这种话术的幻想里面不是话术。新加坡呢，从以前到现在，他从来都是坚持一中政策，反对台独的。美国呢，也是一中政策呢，不支持台独的然后在这个伊朗跟以色列，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加入的去轰炸这个伊朗核设施里面，大家其实要看清楚，很清楚的一点就是，川普呢他已经改变了，再从老布希、小布希时代。这种美国的单边的霸权的这个作为，他们那个时候呢都是派地面部队入侵第一次波湾战争，第二次波湾战争，派地面部队阿富汗，派地面部队入侵，把我来的政权拉下来然后呢介入整个中东的这个局势，这是当时的小布希的时候的做法，是老布希时候的做法。可是呢，在这个奥巴马时代的时候呢，2012年的时候，在奥巴马时代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很清楚的知道，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同时支援两个区域的战场了。所以呢，到了这个拜登时代的时候，他才会从阿富汗撤军搞得灰头土脸他才会在明明知道就是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之下，他始终不会派地面部队嘛。因为呢，这一次呢，我们真的是要观察的，就是说，在这次北约峰会里面，他那个集体防卫权是非常重要的。就说川普呢，到底还愿不愿意让美国承担北约的集体防卫权的责任？而在这个伊朗的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川普没有要去摧毁，他没有要去摧毁这个伊朗的这个政权他就是在全球的面前里面呢，展现我美国的这个军事肌肉，全世界只有我做得到。过去的美国总统都做不到。好，我有 B2 这个轰炸机，我派了这个轰炸机去炸毁了他3个核设施之后呢，而且我还趁着美国的股市都已经收盘的时候才飞然后呢，尽速的就这样完成任务回来了。这金融市场呢没有波动，油价也没有上涨。所以这个对于川普来讲就是大胜，所以你现在什么 CNN 什么纽约时报呢，讲说我没有这个摧毁这个核设施，对川普来讲不重要，他就已经胜利了所以呢，他改变了所有的这个游戏规则，他要寻求的就是迅速的介入，展现美国实力，然后呢停止止战。然后对于俄罗斯来讲我们刚才呢在讲到说俄罗斯它现在要增加的这个什么不管是无人机系统的远程侦察精准打击洲际弹道系统等等，它都还是在一个北约正要讨论集体防卫权的时候，你北约还是用我们的华约早就已经没有了嘛还是用那样的心态，还是用那样的姿态来对待俄罗斯的时候，我俄罗斯当然要增强我自己的防卫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重的讯息，就是说英国呢今天已经宣布了它要采购12架可发射战术核武的 F-35战斗机，要来去支援北大西洋就 NATO 的核子任务。也就是说，他们也在防范，一旦美国不愿意承担这个集体防御的任务的时候，
英国他们已经之前就在讨论，他要延伸他的核保护伞。所以我说民进党啊，不要在那边幻想了啦哈，就说现在有拿那个比喻说啊，你看这个川普呢，愿意为了以色列呢去轰炸这个伊朗，以色列是川普的老爸以色列是美国的老爸那他今天那个川普发脾气叫纳坦雅胡不要再打了，是儿子就跟老子讲，你不要再闹了，他不会为了比肩大的台湾而战的。不，基本上美国这几年的战略可以想得出来了，就是说去斩首他愿意了，比如说伊拉克海山，啪一去，啪把人打死，赶快回来，去这个轰炸他愿意，这是美国的强项，但是呢，这个地面部队要出动，他不愿意。那地面部队不出动，那这战争什么战争呢？没有用嘛，对不对？所以你光靠轰炸是不会赢的，一定要地面部动才出动才用。但是美国现在已经告诉你，这个是我不会做的。他甚至在炸伊朗的时候都讲，他说我不会出动地面部队，没有，我们只炸一下而已，这样把他那个核设施炸掉就算了。搞了个半天核试，搞不好还没炸掉呢。休息一下再回来。